你听说过炼金术吗？就是炼出黄金这个意思吗？那今天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1669年的德国汉堡有一个叫做亨尼格布兰德的商人，他在自家的地下室偷偷囤积了50桶的人的尿液，然后把这些尿液架在火上熬煮了几个月，这个地下室到处都是那种难闻的味道。那他在闹啥呢？原来他是为了寻找传说中能够点石成金的贤者之石。那几个月之后，这个金子当然是没有炼出来，但是他在干锅底部提炼出了一种发着幽暗绿光的物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化学元素磷。那几百年来，很多人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笑话，教科书会告诉我们，炼金术是古代化学的萌芽是一群贪婪的人为了发财的闹剧。但如果炼金术仅仅只是一个骗局，它不太可能横跨欧亚大陆，让人类最聪明的那一批人心甘情愿地为之投入近2000年的时间。1689年的英国当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就是确定了现代化学元素理论的科学家罗伯特·波伊尔，他在晚年做了一个决定，他去游说英国的议会，要求废除一项名为禁止成倍增加财富法的法案。那这个法案在当时是专门为了禁止炼金术而设立的。那一位科学家居然为一门伪科学站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劳伦斯·普林西比后来深入研究了波伊尔留下的私人日记，在波伊尔留下了一份名为《关于哲人石》的对话残卷当中真相才浮出水面。波伊尔在手稿当中明确区分了2种人，一种呢叫做庸俗的淘金者，那另外一种呢，波伊尔称之为哲学的炼金术士。波伊尔深知这些哲学炼金术士在实验室当中想寻找的是连接物质和人类精神的通道。这种探索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帕罗波利斯，有一位名叫佐西莫斯的学者，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炼金术文献，名为《佐西莫斯幻象》。在这本古卷当中佐西莫斯记录了一场细致的梦境。在梦中，佐西莫斯看到了一位叫做伊安的祭司站在一个碗状的祭坛上。接下来很恐怖，伊安被利刃拆解的身体在大锅的烈火当中燃烧。在这个过程中，伊安剥落了他的肉体，最终化成了纯粹的精神。佐西莫斯在古卷当中把这种精神称之为 Pneuma， 这就道破了炼金术的天机佐西莫斯记录的是一个人打破旧有认知时的心理痛苦，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意识死亡与重生。但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古人要把这种心理过程和炼金扯上关系？这是因为在启蒙时代之前，人类的思想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的人并不认为物质是死的，在古人认为叫万物皆有灵。那么他看着一块灰暗的铅矿石在烈火当中慢慢融化，表面泛起五颜六色的光泽，最后结晶出明亮的金属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也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在2000年前人类并没有潜意识这些现代的心理学词汇，那么大家的心智和情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古人为了记录了这种无形的内在变化，就需要找一个可以投射在外在的现象，就必须要找一个可以投射的外在客体。心理投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像我们现代人如果遇到挫折，你可能会去电子游戏里面打怪发泄。那古代的智者把人类意识的淬炼过程它投射到了金属的融化、发黑和结晶的这些化学反应上。那个用来熬煮金属的干锅就是古人的心理治疗椅。当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遇到重大打击，会觉得我心都碎了，这种破碎感在古代的炼金术士来看它就是一个原本的金属正在烈火当中融化，这是转化仪式启动的信号。把痛苦和废料变现它是有一套精妙的程序的。那么这套程序分几步呢？直到20世纪才有一位心理学泰斗破译，他就是20世纪初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当时呢，他正处于人生当中最低谷的时期。那几年荣格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危机，他每天晚上被各种诡异的噩梦纠缠，脑海当中会涌现出洪水鲜血的意象，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那
那为了自救呢，他每天强迫自己把梦境画下来，这成为了他后来非常著名的红书的手稿。荣格呢当时很困惑，他观察到这些潜意识的影像，他说这是不是只是我个人的精神错乱呢？直到1928年，汉学家魏礼贤给荣格寄来了一本书，这是一本中国道家的内丹书古籍的德文译本，名为《太乙精华宗旨》。荣格翻开书之后震惊了，他发现这本几百年以前来自东方的古籍里面描述的那些关于回光结胎的过程，居然和他在精神痛苦时画出的曼陀罗图案一致。更让他震撼的是，书中记载的那些内在精神的转化步骤，和他在欧洲诊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梦境中也看到过。荣格为此专门撰写了长篇的评论，名为《精华宗旨心理学评注》。这次跨时空的碰撞让荣格确认，人类在面对痛苦、处理潜意识的创伤的时候遵循着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太乙精华宗旨当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叫做回光，意思是说人的心智就像这个手电筒一样，光芒总是向外照射的。我们太在意外界的评价了，这就导致我们内在的能量匮乏。而回光呢，就是在你经历痛苦的时候，把这束光给掉头向内照射自己的潜意识。荣格发现，当他强迫自己去画下那些可怕的噩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做道家所说的回光。那些看起来错乱的无意识碎片，在被觉知的光芒持续照射之后，居然在他的潜意识当中慢慢结成了一个稳固的中心。道家呢，把这个中心称为结胎或者金丹，而荣格在心理学上给它起了一个现代名词，名叫自性 self。 这是一种超越了一般理性的更大的人格核心。从那之后荣格把晚年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对西方炼金术的残卷的研究当中。他放下了那些晦涩的化学名词，把炼金术翻译成了一张心理学地图。这就是荣格心理学当中非常核心的自性化过程，也就是一个人从破碎走向人格完整的必经之路。炼金术呢，把这个过程分成了几个阶段。第一步是最痛苦的一步，炼金术士称之为黑化。那么炼金术士呢，会将一块金属放进干锅，用烈火长时间的锻炼，直到这块金属丧失原本的形状，变成一堆焦黑的灰烬或者腐败的物质。在荣格的翻译当中黑化对应的是一个人生命当中那些灾难的时刻。如果你觉得抑郁绝望，那么现在我们会避之不及，但炼金术士却认为，没有这堆黑灰，转化就无法开始。1996年，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夏洛特分校心理学家理查德·特德斯奇和劳伦斯·卡尔霍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他们去观察那些经历过丧亲绝症这些灾难的人群他们的内心也经历了相似的心理黑化，原本的认知结构出现了坍塌。他们提出了一个著名理论，叫创伤后成长。数据证明，有超过一半的幸存者在度过了那段黑暗岁月之后不仅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功能，还发展出了远超常人的生命智慧。他们对人际关系有了更深的共情，找到了全新的生活意义。当然，我们不鼓励说要去经历痛苦，因为有很多人会在经历创伤之后被打倒了，这在炼金术当中叫做火候失控，把材料给烧废了。那么创伤后成长的研究从科学上证实了炼金术的洞见，这就是深度的破碎往往是高级智慧诞生的前提。马萨诸塞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尼·贾罗夫·布尔曼用破碎假设理论解释了这个过程。他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都构建了一个天真的世界观，比方说世界是公平的，好人是有好报的，努力有回报。但是重大的创伤和厄运会将你这套天真的假设给烧得干干净净。那么在这个阶段，你不再天真，看到了世界的随机性、残酷和无常。但也正是在这片废墟之上，你的大脑才被迫开始工作，去构建一套更加符合现实、更加坚韧的世界观。而那些经历过黑化并活下来的人，他们不再依赖虚幻的乐观，而是拥有一种我看透了本质，却依然选择去爱的力量。这就是从灰烬当中提炼的第一把金沙。如果你觉得费解，不妨回想一下电视剧《琅琊榜》主角梅长苏的浴火重生。那经历了黑化之后炼金术就进入了第二步，叫做白化。那么如果说黑化是被动的承受痛苦，那么白化就是主动的觉知。
在念经古籍《哲人玫瑰园》当中啊，有一组著名的木刻版画，这个画面上画着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国王呢，代表着人的潜意识，它是一种理性和坚固的防御机制，而王后代表着是潜意识被压抑的情感和脆弱。在版画的中间几幅啊，描绘了国王和王后交配之后双双死去，两具尸体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具雌雄同体的躯壳。最后呢，一股灵魂降临，让这具躯壳复活。这听起来像神话故事，但是在现代临床心理治疗当中啊，这就是一个让人康复的途径。你必须让那个一直强撑着的自我，那就是国王死去，让你一直压抑在心底那些委屈和创伤，也就是王后浮现出来。你在极大的痛苦当中，看着这两股力量在你的体内冲撞交汇，最终融合出一种全新的认知视角。在荣格的临床分析当中啊，这对应着将一个人自己的阴影和理性自我进行深度整合。比方说，一个人在职场上非常强势啊，永不犯错，他就像国王，他必须在某一次崩溃当中去拥抱内心深处那种脆弱、渴望被爱、充满恐惧的内在小孩，这就是王后。这两个极端的自我必须同时宣告死亡，放弃旧有的防御机制，才能让内在的冲突啊彻底平息。公元1世纪的念经大师玛利亚先知啊，留下了一句被称为玛利亚公理的箴言，这句话叫做1变成2， 2变成3，第3个中诞生了作为第4个的1，是不是有些绕口？他的意思是说呢，一开始啊，人类像一个孩子一样浑然不觉地快乐着，那么接着遭遇了打击，便开始体会到了痛苦与快乐、黑与白这种非黑即白的对立，这就是1变成了2，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煎熬。然后你通过反省和觉知跳出了这种对立，看到了看待事物的新世界，那么2就变成了3。最后你把这种新世界融入到了你的人格当中，你变成了一个全新维度的自己，这就诞生了第4个的1。当西方的念经术士在幽暗的实验室当中熬煮干锅的时候，东方的修道者也在进行同样的探索。1222年，横跨欧亚大陆的新都库什山脉啊，发生了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会面。60岁的成吉思汗刚刚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了半个世界，这位拥有至高权力的君王，急召73岁的全真派掌门丘处机不远万里前来。成吉思汗的目的非常直接，他向丘处机索要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仙药，这在古代呢被称为叫做外丹术啊，就是试图用重金属来熬制长生药丸。在随行弟子李志常撰写的正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当中啊，记录了丘处机的回答。丘处机面对这位杀伐果断的大汉，毫不客气地断言：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这短短10个字是中国历史上对念经迷信最知名的一次否决。丘处机明确拒绝了成吉思汗对长生药丸的执念，他教导成吉思汗要把修炼的场所从外在的炼丹炉转移到我们内在的心智和情绪之上，这就是内丹术。在内丹术的体系当中啊，修道者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念经的容器，道家呢以天地为鼎炉，那么这个鼎炉在人体的什么部位呢？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念经术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他们都把这个容器定义在了人的腹部，道家称之为下丹田。那么古人为什么要选在那个装满肠子排泄物的腹部作为念经的容器呢？直到20世纪末，现代医学的显微镜才终于追赶上了古人的内视体验。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解剖学和细胞生物系的主任迈克尔·格尔森博士出版了一本专著啊，名为《第二大脑》。格尔森博士通过长期的解剖和神经递质追踪发现，人类的肠胃系统绝不仅仅只是作为消化器官，在我们的胃肠道管壁上啊，密密麻麻分布着超过1亿个神经元。这个庞大的神经网络被称为肠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拥有独立于大脑的运作回路，它可以独立感知、学习和记忆。更关键的是，我们人体内95%的血清素是在肠道当中制造出来的，而血清素是调节我们情绪、控制抑郁和焦虑非常核心的神经递质。古人在没有解剖学知识和显微镜的时代，仅仅凭借着敏锐的身体觉察，就锁定了我们人类处理情绪毒素的生理中心。
这就解释了一个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当你遇到非常大的情绪打击、情绪波动，你最先感到不舒服的可能就是胃部一阵的痉挛、恶心想吐。当你陷入痛苦，就是炼金术当中所称的黑化阶段的时候啊，你的顶颅正在燃烧，第二大脑正在超负荷的去处理那些负面的情绪，试图将这些有毒的情绪转化和排解出去。那既然炉子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炼金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炉子当中它要放什么燃料呢？这真是我们很大的一种误区。我们总是在尝试寻找正能量，想压抑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而炼金术的智慧在于，能炼出真金的唯一燃料，正是你最想扔掉的那些负面情绪。那为什么炼金术是在所有的金属当中选中了铅作为它转化的起点呢？在炼金术的符号学当中啊，铅由土星守护，而土星代表着沉重、限制、冰冷和死亡。那么在物理上来看，铅也是沉重的，它灰暗无光，而且有毒。这对应了人类心理当中阴暗的那一面，铅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创伤，一个人的嫉妒、恐惧和欲望。炼金术当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拉丁文格言，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哲人时存在于最令人鄙夷的愤恚之中。这听起来很奇怪，我们常常觉得有了心理创伤要去切掉它呀，要让自己变得纯洁积极呀。但炼金术士会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扔掉你的铅，因为没有了它，你就炼不出金子。试图保持绝对上的纯洁，恰恰是阻止转化的一种毒药。1986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家詹姆斯·彭雷贝克开启了一项长期的心理学实验。他招募了一批受试者，就要求这些受试者，你们连续4天，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写下自己人生当中这些悲伤难受的创伤经历。而作为对照组的另外一批人呢，只需要写一些日常琐事啊，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在第1天写完之后啊，被要求写创伤的那组人啊，情绪崩溃了，很多人开始流泪，陷入抑郁的状态。这正是炼金术当中黑化反应被激活的表现。彭雷贝克对这些人进行了几个月的跟踪抽血化验，结果发表在了心理学的核心期刊上。那么数据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这些直面并且加工了自己内心黑暗面的人，他们的免疫系统当中的 T 淋巴细胞活性啊显著增强，在随后的几个月当中，去医院看病的次数大幅下降，而对照组则没有这种变化。那这个书写疗愈实验就证明，你意识当中那些所谓的有毒的部分，只要你敢于去直视它、加工它，它就可以转换成为维持你健康的黄金。那么这背后有着严密的脑神经科学依据，因为当你试图压抑一段创伤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在生理上是非常消耗能量的，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会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创伤写下来，这个动作会迫使大脑调用我们的前额叶皮层，而我们的前额叶是负责逻辑、语言和意义构建的区域。在这个过程中，混沌的情绪被赋予了文字的结构，无序的恐惧被转换成了有序的叙事，而原本杏仁核当中的毒素被排解了。这就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体当中的炼金术。2011年，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的费奥纳里教授团队对数百家企业的年度报告进行了语言学的分析，他们就发现，那些在年报当中大大方方承认，我犯错了，会直面内部管理问题的公司，就比那些总是说我没有错你的错他的错，推给外部环境，想维持完美形象的公司承认错误的公司，在随后的股票价格和财务表现上，要远远好过那些试图掩盖阴暗面的公司。你看，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遵循着荣格的阴影理论。你拒绝承认和接纳的阴暗面，它不会凭空消失，它会化作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外部制造出所谓的命运来摧毁你。这听起来有些玄乎，我们可以看一个更详细的生理学数据。2012年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一项长达8年的追踪研究，研究的对象是近3万名的美国成年人。研究者就想知道，在极度的压力之下，他会不会杀死人？他们追踪了这些人的压力水平，他们是否认为压力对健康有害？那么追踪结果让人意外。
那些承受着高强度的压力，并且坚信压力是有毒，试图排斥它的人，他们的死亡风险增加了43%。而另外一组数据就像是奇迹啊！那些同样承受着高强度压力，但是他们改变了认知，他们把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看成了是我的身体在为应对挑战做准备，而接纳了这些风险。那么这组人的死亡风险甚至比一般的没有压力的常人还要低。心理学家凯琳·麦格尼格尔在解读这些数据的时候就说呀，客观的痛苦本身并不会摧毁一个人，而是对痛苦的排斥才会真正带来问题。当我们改变认知，接纳了这块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层面上完成了一次内在的念经。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理论，并不代表我们真的能念出金子呀，因为在念经术的操作手册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限制，如果做不到，前面这些黑话白话都会功亏一篑。那这个限制叫做赫尔墨斯密封。炼金术士啊，在把铅放入干锅点燃烈火之后，必须要用一种特殊的泥土和树脂把容器的缝隙之间要给它封上。如果容器有裂缝，里面的物质会在高温下气化时产生泄露，不仅转化会失败，而且那些没有被完全转化的剧毒气体还会毒死操作者。那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漏气容器啊！你看，一个人遇到委屈、觉得愤怒，常常第一反应是跑到网上破口大骂，或者找朋友来抱怨。当你感到焦虑、空虚的时候，你会跑去，我喝杯酒吧，去购物吧。那这就是我们的容器漏气了。我们肚子当中那个鼎炉，好不容易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些挫折、压力积攒下来的能量，被你用一种非常廉价的方式给排泄出去了。你当然会觉得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但是那些被释放的愤怒、焦虑，它不会消失，它反而变成毒素，反过来去破坏你的人际关系和生活。你永远没有办法完成内在的升华。1962年，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沃尔弗雷德·比昂提出了一个对现代心理学影响深远的理论，叫做涵容。比昂呢，用婴儿和母亲的关系来解释什么叫做密封的容器。婴儿在饥饿或者感受到恐惧的时候会体验到有种濒死的焦虑感，这是因为婴儿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出处理情绪的功能，他们的内心是破碎的。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大声哭闹，把这种焦虑感给投射给母亲。这个时候，如果母亲也跟着崩溃比方冲着婴儿这个大吼大叫，就相当于一个漏气的容器，它没有办法去转化焦虑，而且还会加深婴儿的创伤。但如果母亲是一个好的容器，它会承受住婴儿的这种焦虑投射，我不逃，但也不立刻回击，它会在内心把这种焦虑消化，最后以一种平静安抚的形式把情绪还给婴儿。那么婴儿就会明白，这么可怕的感觉我也是可以活下来的。我们已经成年，没有任何人能永远充当那个完美的容器，所以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构建一个不漏气的干锅。那要怎么做呢？布朗大学正念研究中心的主任贾德森·布鲁尔博士他用脑沉香技术向我们展示了高级的做法。2019年，布鲁尔博士对一批严重的吸烟成瘾者进行观测。当烟瘾发作的时候这些受试者的内心他非常焦躁。那么布鲁尔不让他们去抽烟，因为让他们抽烟就是把能量给排泄出去。同时呢，也不让你去强行压抑，因为你强行压制往往会毁掉容器。那么布鲁尔怎么做呢？就要求他们闭上眼睛，去细致的觉察体内的那一刻感觉，哪里是紧绷的，哪里是发热的就待在那个痛苦当中，看着那股火烧火燎的欲望，仔细的去体验和观察它。受试者在核磁共振扫描仪下完成了这个过程，而扫描结果显示，当受试者处于这种觉察而不行动的涵容状态的时候他们大脑当中与自我执着、成瘾和渴望相关的核心区域，就是前扣带皮层 PCC 的活动出现了明显下降。没有使用任何药物，受试者仅仅是凭着我不逃避的意志定力，就让成瘾反应自行崩解了。这就完美复刻了炼金术当中杂质在密闭的高温干锅当中被气化的过程。停留在痛苦中不采取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能量转化。我们再来看一个神经学的数据。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神经科学家安德鲁·休伯曼深入研究了人类在面对极限压力时的神经可塑性。休伯曼就发现，如果你感到非常的挫败，比方说你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不断的试，不断的失败，感到很烦躁，想要放弃的那一刻，你的大脑会大量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这2种化学物质的作用就是让你感到不适和警觉。大多数人在这个阶段就放弃了，因此他们的干锅就此冷却。而休伯曼指出，恰恰是这种让你不适的感觉是触发大脑重塑的唯一方式。如果你能忍住这种烦躁，不把这种能量给卸掉，继续保持专注，哪怕你依然在犯错，那么这个煎熬的过程，你的大脑会长出新的神经年径。这就证明了炼金术不是一套安慰剂的效应不管是改变情绪、重塑大脑，你都必须要依靠密闭在体内的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来转换为一种新的驱动力。那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正是中国哲学几千年来一直在强调的逻辑。王阳明说此心不动，随机而动。道家修炼当中说收视反听。那老祖宗说的这个定字，就是我们在面对世俗的烂摊子的时候，在内心要打造的那个坚固的干锅。任凭外面风吹雨打，任凭体内情绪翻滚，我只是冷眼觉察，绝不轻易泄露。当我们可以一次次的把这些痛苦、焦虑当成是添入干锅的燃料，当我们不再是一痛就叫，一饿就吃，一烦躁就逃，那么炼金术就会迎来它最终的最辉煌的阶段。这个阶段叫做红化。经历了黑化的解体、白化的冷静觉知，在不漏气的容器当中漫长的熬煮之后红化就代表着高级智慧的最终诞生。要知道，炼金术的终点，那颗传说中能够点石成金的哲人石，从来都不是一块毫无瑕疵的纯金发展心理学家埃米沃纳在夏威夷考爱岛进行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追踪研究。他的观察发现，那些出生在贫困、父母酗酒恶劣环境当中的孩子，这些人的开端真的是手上拿的都是最有毒的铅吧。但是几十年之后，追踪结果显示，这群高危儿童当中有1/3并没有因此沦为什么罪犯、瘾君子，反而成长为了充满同理心、事业有成，而且有着非常强抗挫折能力的成年人。沃纳就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点，他一方面并不会遗忘我的童年的伤痛假装说我现在都好，他们只是把那些曾经经历过的苦难转化成了去理解他人的原料以及我的独立性。真正的红化是带着所有的伤痕和阴暗面，却依然散发着完整生命的光芒。那从今天起，如果当你再遇到那些让你觉得生活烂透了的时刻，你可以尝试在心里面进行一个微小的行动，就在那个情绪最痛苦的时刻，设定一个15分钟的倒计时。在这段时间内什么都不做，我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密闭的干锅，感受自己的心跳，有可能是我胃部的痉挛，去仔细觉察身体每一处的变化和感觉。15分钟之后，你会发现那股让你非常难受的力量会被转换成了某种更深沉的定力。不要试图扔掉你的痛苦，那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能炼出真金的唯一燃料。回想一下，在你生命的过往当中，那段最黑暗的日子，是不是反而成了你人生当中最坚实的底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那个独属于你的点石成金的瞬间留在评论区，这可能是这一期视频最珍贵的注脚。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